我想和你见个面。不是在洛菲斯，也不是在我这儿。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一起吃个饭？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不是在洛菲斯，也不是在我这儿。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一起吃个饭？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哎，郭新年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要尽快让魔晶上线，争取最大的用户下载量，这样才能拿到洛菲斯的投资。你要把魔晶做成一款杀手级的软件，我答应你。如果你做到了，我就在魔晶上线的那一天推掉所有的事情，和你一起共进晚餐。真的吗？你不能骗我。那我现在就开始每天数日子了。魔晶上线的那一天，将会是一个盛大的节日。好啊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好嘞，拜拜。谈恋爱呢？你偷听啊？你看你那样，面带桃花，眼若春水，自己还一个人偷偷在这儿打电话，你说你是不是啊？谈恋爱了，骗得了谁呀？爱情都是过眼烟云。一个人既然投身了革命，感情就是身外之物，该放得放，知道吗，小鬼？真不要脸！怎么样？还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？我觉得还行，明天给高迪和徐佳莹看看。嗯。没事吧？卢卡，卢卡，我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快起来！卢卡，天哪！警察同志，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大半夜车能开人家去？你先别急啊，现场我们已经勘查过了，对方酒驾全责。
哎，你们人没事吧？我不知道啊，总共我们仨人，现在俩在医院呢。那要不这样，你先做个笔录，把情况说明一下，主要是核算一下损失到底有多大，对方肯定要全赔。坐。现在酒驾太危险了，你们真得好好管管。该处罚我们一定会处罚。有事叫我。你看，没什么大事，跟我一样就是脑震荡。老大，刚才差一点咱们仨就没命了。别怕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昨晚传来消息，郭新年那个人已经排掉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。罗威和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。他明天晚上开发布会吧？那我们就上，赶在他们前面。我想把那姓郭的也邀请过来。完了，全都完了。这裂全碎了，一块好的都他妈没剩。那么长时间，这人是干什么的？是他妈为什么？别破坏现场！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冲动也没用。警察说了，损失超过500万就达到立大案标准，赶快算账吧。这是我跟徐佳莹投资转账的凭据合同，一共423万6。郭新年的你们他去。郭新年，你的呢？跟你说话呢。
什么？你的投入，你总共花了多少钱？我把半辈子的心血都投入进去了，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。这事儿不是罗维干的，就他妈金城干的，告他们去！嚷嚷什么呀你？告谁呀？有证据吗？罗维啊，罗维啊，昨天他不是来过吗？郭新年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他妈的叫做引狼入室！那你再拿车撞我一回。怎么了，哥？刚回去被你叫回来了。你看一下，这什么软件？这个是魔晶，这是界面，这个是语音文件传输包。我现在只能记住这么多了。哥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要把魔晶合并到咱们狐友里来。我其实挺喜欢魔晶这个软件的。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简单了，但如果要是就这么放弃了，太可惜了。这样，我给你2周的时间，你先写出一个初步的程序来，啊，记住，千万要保密。郭今年做了这么久，所有证据都毁了，太可惜了。不过他以后还要做怎么办呀？我现在让你做的是，把它写入狐游的升级程序，在狐游的下一次升级程序里加进语音传输这个功能。它已经没有再做的必要了。哥，咱要真这么做，郭新年是不是太惨了？这对于他来说，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乔布斯开不了超市，他已经走了太多的弯路，他就是只迷途的羔羊。也许只有这样，他才会放弃魔镜，才会加入到咱们狐游的阵营里来。少了他，狐游少了一半的创意。等将来他来了，我会让他做咱们狐游的第2大股东，我给他拿下手。做一款语音软件，你想跟别人说话，不用发短信，只用按着手机上的一个键说出你想说的，通过互联网直接传给对方。这样对方不仅能听到你说的话，还能够感受到你的心情与周围的环境。你是开心呢，还是愤怒呢？是不知所措呢，还是委婉呢，还是充满着爱意？你是想放弃魔晶了吗？如果真像你说的，你把魔晶当自己孩子的话，你会把自己孩子卖了。这里面也有我的心血，
你跟我说的这些疯狂，我真的信。留下来，咱们一起干。我让你看看我的简历，你就知道什么是简洁了。将来万一，如永远欢迎你。刘总好。一大早的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了？罗贝，实话告诉我，我们在高模咖啡办公，你跟谁说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昨天晚上，高模咖啡出了车祸。车祸？一辆车直接从外面撞进来，差点把我、卢卡、杨撞死。所有的阵列全部毁掉，被压成了碎片。如果昨天晚上我要是打个瞌睡，现在你就应该在参加我的追悼会了。你说巧不巧？这么多咖啡厅不撞，偏偏撞高模咖啡，偏偏撞到我们办公的位置。罗威，故意针对我已经是第2次了。你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？我这次来，就是想听你亲口告诉我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因为只有你去过高模咖啡，只有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办公。你怀疑我？我真的不想怀疑你。我刚才在门口犹豫了半天，我在想，如果你真的想害我，你随时可以捅我一刀，你没有必要在背后下手。咱们是兄弟啊，你是不会这么干的，对吗？咱们俩是兄弟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没办法让你不怀疑我，但是这事儿真的不是我干的。那就好。卢卡、杨，他们俩没事吧？跟我一样，轻微脑震荡。我们好不容易完成了第3次测试，本来今天就要送到苹果商店去做审核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全泡汤了。卢卡，你头还疼吗？那再重新写一遍程序，需要多长时间？重写？对，重写。咱们投入这么大，花了这么多心思，咱不能让人黑一下就认命。
他们黑咱们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咱魔晶有价值。卢卡，所有程序都在你脑子里，你把它再重新写出来不就行了吗？对啊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宝宝，你那么聪明，这些程序应该都在你脑子里，你再写一遍不就完了吗？没关系，咱这次赶不上没关系，可以晚一点啊。洛菲斯又不会倒闭，再说了，天底下又不是只有他们一家投资公司。我这人不认输，我想好了，我去把我房子抵了，我从银行贷款，咱接着干。卢卡，你现在给我表个态，能不能重新再写一遍？不能，我干不动。怎么就干不动了？不是姐，你干嘛呀？你小点声，你再把他吓着。你必须干！我跟你说，你干不动也得干。你看我干嘛？你谁呀？啊？你是谁呀？你是天才，卢卡。不然我跟高迪，我们不会给你投钱。我这人不认输，我跟你说，你也不许认输。别逼他了，重写也没用了。你闭嘴！有个消息我忘了告诉你们，捷讯明天就发布了。我们输了。昨天晚上你们的人已经来过了，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，目前是酒驾，按照相关的法律条款，该处罚处罚，该赔偿赔偿，人呢该拘留我们也会拘留。这是司机的酒精检测报告。我今天来不是要说这个，有一个情况你们还不了解，现在是有人在针对我们公司的软件开发，故意在搞破坏。我们已经是第2次受到袭击了，这绝对不是个意外。还有这种事儿？有证据吗？证据我暂时没有，但是我敢肯定我说的是真实的情况。同志，这种事儿必须得有证据。但是我们会继续调查，等你有了证据，尽快来报案，我们做另案处理。不是，你们是警察，这些情况应该是你们来调查清楚的。同志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先坐。该调查的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，但定性案件必须得有证据。干什么呢？跟我老实点，做个笔录。大哥，真不是我干的。什么不是你干的？你当我们都傻子呢？我们有证据，抓你是1次2次了吗？啊！过来，坐下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你昨天晚上撞的人。实话告诉我，谁让你干的？对不起啊，哥们儿，喝醉了，酒驾。什么谁让我干的？不知道啊！别他妈跟我装蒜，你自己干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。谁让你干的？我怎么没撞死你呢？我真他妈应该撞死你！你他妈说什么？谁让你干的？告诉我谁让你干的？杀人了！警察！杀人了！松手！杀人了！松手！他刚才说他要撞死我，他是故意的，他不是酒驾。有人今天还想害我，谁让你干的？松手！谁？你松手啊！杀人了！他刚才说他要撞死我，别走，别走！一直有人害我，他刚才说他要撞死我，他要撞死我！哎，这杀人神经病，你管管！是他的，不管！你们啥样啊？杀人！别走！他要撞死我！警察！定点！
好，警官。你刚才给我打电话，我是郭新年家属，需要联系早高警官。好，谢谢你啊。这简直是胡闹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是按照正规程序来办事儿的，在警察眼皮子底下打人，成何体统？是，这都是他的错，他的错。这不是昨天晚上受刺激了吗？有什么问题可以反映，他要是怀疑什么，有证据可以报案啊，但是不能胡闹。是，这郭新年人脑子就有病，我带他出去就带他看病去，给您添麻烦了哈。郭新年那小子脑子确实是有病，没想到一个搞电脑的还有暴力倾向。哎，你是他媳妇儿吧？我回去得好好教育教育他啊。哎，我不是他媳妇儿，但是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。一辆车直接从外面撞进来，差点把我、卢卡、杨撞死。捷足先登，迅达天下。捷讯全球首发仪式现在开始。下面有请南洋科技总裁金城先生上台致辞。这是个最好的时代，也是个最坏的时代；这是个光明的时代，也是个黑暗的时代。我们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使者。国内的软件业起步晚，水平低，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做不出世界级水平的作品。中国人还是有志气的。捷讯就算是我们在这方面做出的一个小小的尝试。别去了吧？那怎么能行啊？人家请柬都发过来了，我得去捧场啊！老大，我仔细想了想，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跟你一块去。就你这样，去给我丢人吗？还有，这件事儿不许跟高低还有徐佳莹说，记住了。我这么大人了，不会去惹事儿的，放心吧。啊！告诉他们吗？你要当叛徒吗？怎么办？下面有请华夏通讯和东方网通的代表上台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捷讯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。
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我们的手机一直以来只有短信，简单的文字，没有声音传输。我的团队经过了几年时间开发出了这个程序。当我们非常着急，不愿意打那么多字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机变成一台对讲机。我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杰逊。旁边这位礼仪小姐的手机已经接收到了捷讯，需要登录语音邮箱查收。放出来。我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捷讯。捷讯每条只收1元，在华夏通讯跟东方网通推出的优惠政策上，我们可以包月、包年。借此机会，我想特别感谢洛菲斯对捷讯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彭学武先生。金总，我们还能再问你几个问题吗？说。捷讯以后的收费标准会有变化吗？不会。捷讯目前已经卖出多少万台了？捷讯的通话质量真的有这么好吗？能否透露捷讯未来的战略布局？发挥你们的想象力，你觉得它能卖多少台？臭不要脸人！过来，起来！打死你个臭不要脸的！松开！来，松开，松开，让他打，来，松开，想干嘛？你还挺淡定啊！来，都拍我，都拍我！我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叫郭新年，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，金城就是个盗窃犯。金城，没关系，我死不了，魔晶就死不了。你拿到的那个架构方案只是最原始的架构，你只是毫无创造力的仿制了魔晶。我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我还要继续开发魔晶的音频、视频传输、语音、文字识别。不着急，你慢慢抄，我在旁边给你鼓掌。我让天底下所有臭不要脸的人都把你的名字写在牌位上，天天供着，早晚3炷香，还世界级的作品。你做一个给我看看，我就不信了，你靠抄袭、靠剽窃就能做出世界级的作品，我呸！金总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们都没有看出来吗？他就一神经病啊！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，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就是因为这种人太多了。刚才那个神经病啊，他其实找过我好几次了，非说有一个创意项目想跟我谈，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他赖上我了，非要做一个和捷讯一模一样的软件，而且一个字不改，还说我剽窃了他。这种莫名其妙人太多了，不用去管啊，不用去。差不多了。对不起，采访到此结束。谢谢，辛苦了，今天辛苦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说几句吧，金总。不对，别拍了。你怎么不撞死他呀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是打人，又不是挨打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你说的音频、视频传输、语音、文字识别，真的能做到吗？我说到就能做到，就是时间问题。那你赶快把它做出来啊！
我还以为你们魔晶已经上线了呢，你还有功夫跑到这儿来打架来？如果你说的升级功能是真的，我答应你，我可以把项目投资会的时间推迟几天。不过你要抓紧。他跟乔布斯之间就差一副眼镜了。尼玛，还真戴眼镜了！哼，他才得个胰腺癌，他就是乔布斯。淡定。感谢各位来到湖游第一次产品发布会的现场。我们都知道这个城市的交通有多么的糟糕。我们也知道这个城市的地铁有多么的拥挤，甚至我们已经出现了购买地铁票的黄牛了。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天气有多热，所以感谢大家在这样的日子里出现在湖游的发布会现场，谢谢。净说些没用的，不介绍自己产品。你能不能安静点儿？各位，这就是湖游。湖游岂止邮箱，除了邮件的收发功能之外，湖游还有通讯录、备忘录功能。湖游还可以网上交友，还可以查天气，还可以订酒店、订机票、订火车票，甚至湖游还可以订地铁票，还能帮人洗内裤。你有完没完了？未来湖游还会增加语音以及图片的即时传输功能。湖游不只是邮箱。他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不是公开抄袭吗？要不要脸呢？这种人还有脸吗？湖游，可郭新年就把这种人当朋友。他就是被辣椒喷了眼，被猪油蒙了心。这郭新年就是个缺心眼儿。谁呀？接着骂。你要觉得骂能解气，能解决问题，继续骂。怎么了？我这心里不痛快。我骂了你怎么了？我投资了几百万开发魔晶，现在倒好，成了别人的东西了，所有人都可以享用了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他们不是一直不要脸吗？不是一直在剽窃我们的东西吗？那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做一个东西，是他们剽窃不了的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，郭新年？我非常认真地做了反省，我有问题。我刚开始做魔晶的时候，只注重单向沟通，这还是对讲机思路，不是移动互联网的血统。魔晶被盗版成了捷讯，镶在了短信服务器里。就连狐游都想盗版我们的功能，那我们有什么是别人不能取代的呢？我们必须要找到一条魔晶独特的技术创新之路。怎么独特？在台风里放猪吗？是啊，在有利的条件下，猪也可以飞上天。可我们从来就没有利过。自打我投资魔晶这天起，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，要多恐怖有多恐怖。袭击、撞车，下回会不会在咖啡厅里装炸弹啊？
哎，你说完了吗？你说完了，能不能让人家把话说完？你接着说。我有一个新的想法，我们可以建一个群，类似于一个模拟的咖啡厅或者是会议室，允许多个人进来同时说话，就一件事情进行讨论。可以是一个主题，可以是一项工作，也可以是彼此之间共同的兴趣点或者是生活体验。群的主题由用户自己来设定，只要有2个以上的联络人，他们就可以自由地组成这样的空间。每一个用户都可以同时组织多个这样的空间，也可以同时加入多个这样的空间，他们可以自由地组合、分开、再组合、再分开。这其实就是移动互联网的 QQ。但是我们比它更自由，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把空间、时间全部抹掉，让这个盒子充满无限的延伸性群空间。然后你会看到，它会像病毒一样蔓延在所有人的生活里。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做成了，即便有人再复制，毫无意义。郭新年，你就是一天才，你能告诉我你这主意怎么想出来的吗？你先别急着夸他，郭新年，你的意思是你要重新写一遍程序 ？Yes。我有2个问题。第一，你重新写一遍程序需要多长时间？2个月、3个月还是半年？第二，你重新写一遍程序需要追加多少投资？300万、500万还是1000万？我觉得应该用不了那么多钱，也用不了那么多时间。我没听明白。我好像对这个程序做了备份。哎，那总起床喽！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想法，能值1个亿。大哥，这都几点了？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呀？就算有10个亿，能不能明天再说？不行，你赶紧起床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给你发过一个软件？怎么了？你赶紧打开邮箱，把那个软件的程序通通给我发回来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你别问了，你赶紧发，我会好好奖赏你的。
二哈，你弟弟又发疯了。卢卡，卢卡，卢卡！哎呀，别敲了，再敲报警了。哎呀，你干嘛？卢卡呢？明天再说吧啊。明天就晚了。哎呀，我们还有没有人权啊？就说一句，就说一句，卢卡，卢卡，老大你太烦了！现在不是以前我有女朋友。听我说，咱们做一个群概念，就像总统召集海陆空国务卿开会一样。我爱他。打破单一的交流方式，做成病毒式蔓延。我要让我们的用户像空军一号上的美国总统一样，咱们写一个群概念，让不同社会关系的用户自由组合。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那我再多做一层就完了，多点对接不难做啊。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最重要的是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盗版我们了。聪明，我就知道我一说就懂。我脑子都想破了，都没想出来，你太天真了。老大，你没脱鞋。你现在用哪个邮箱？赶紧把邮箱地址发我手机上。我已经发给你了，我怎么听着你不太高兴啊？我有什么好高兴的呀？你凌晨让我来公司加班，我高兴得起来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为我加一次班，我会记一辈子的。少来，你稍等啊。你上回发给我，我怕泄密，我把后台程序全删了，现在我还得重新找回来。郭新年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就弄丢了呢？哎呀，一言难尽。前几天出了桩车祸。什么？你别着急，你听我说。第一次我没有告诉你，是怕你担心。其实我当时就应该警觉。这帮人怎么可能放过我呢？不过现在你不用担心了，已经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没事儿？什么叫没事儿啊？出多大的事儿才叫有事儿啊？你现在什么都没了，你才想起我是吗？我真想拿脏话骂你。想骂就骂呗。滚！你倒还挺轻松啊。是啊，我现在很轻松。虽然这次很惨。但是我心里一点恐惧都没有，因为我知道你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我。你听我说啊，我一直在想应战的对策，而且我已经想出来了。我准备做一个群概念，要像麒麟软件那样，我要让魔晶的应用性更丰富。老大，准备好了，告诉女朋友我爱她。听见没？卢卡说他爱你。还好你上次把程序发给我了，郭新年，你真的太二了，二到老天爷都不忍心把你灭了，老天爷都要对你发慈悲。不是老天爷对我发慈悲，是你。那我发了。老大，开始接收了。谢谢，谢谢。香港洛菲斯现在正在大换血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投在房地产上的资金太多了，这是血的教训。我们一定要加大另类资产，特别是私募股权的配置。行业方面，我们要向新媒体转移，关注万众创业、大众创新。现在我们看的3个项目是移动互联网，这是一个富矿；
我们一定要抓住时机，否则过几年回来就无利可图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散会。纳兰和温迪留一下。湖游我们已经去过了，剩下2个项目，谁陪我走访？我可以去魔晶。你去魔晶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去一趟京城那儿，他现在干得风生水起，别让彭总去了碰钉子。我可没这么大能耐。我见了金城也确实头疼，就这么定了，赶快准备吧。我去准备一下。真能走，就这儿，来来来。这地儿多长时间没人来过了？哎，这可说好，你们得自己打扫，我可找不着人。好恐怖，好恐怖！怎么有种古宅心慌慌的感觉啊？有吗？我觉得挺好的。有。来，进去吧。谢谢啊。怎么样？够保密呗？我都没来过。我听我妈说啊，以前这儿天天演样板戏，今儿演沙家浜，明儿演七夕白虎团，后演红灯记。哎，真的有红灯哎！哇！我家的表叔数不清，没有大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谁能敌？都别闹了，别闹了！忆往昔，峥嵘岁月稠。少废话，干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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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。彭总，让您久等了。咖啡。看来捷讯上线把你累得不轻啊！效果太好了，你们使了吗？1块钱一条，太贵了。你呢？捷讯是捆绑在新款手机里的，我没换手机。我送你们几台。今天你们来访谈是想看我的财报还是什么？订单、发展计划、合作合同。我们是来看看有没有再给捷讯投资的机会。有啊，不过价格得要改一改。我们原定的收购价是针对于预设的安装量和使用量的，但实际效果都超出了1倍。这可是个大买卖，纳兰，你说呢？如果你要谈投资金额的话，请你先把条件写下来，我们到公司里商量。你要跟我谈意向，得给我个态度，行还是不行？我值得去还是不值得去？刚才开的会，香港6个风投都过来了。我没那么多闲工夫挨家挨户去解释，你们得给我个意向。我们有没有意向，要看捷讯具体的发展情况。再说了，是否投资还没有确认，加大投资额度的事儿就更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了。这是华夏通讯和东方网通今年和明年的手机发布计划，捷讯会装在3亿手机里。彭总，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呀？这是个很成功的商业案例，有机会我们得好好学习一下。打扰了。如果您觉得这是个成功的商业案例，我很高兴。我们来谈谈后面的融资合作问题吧。
请坐。坐。我的意见是，我现有的计划估值翻1倍，而且付款周期和其他方面的条件都要给我优惠。可以，把理由写出来。我们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，魔晶和狐油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企业。我们想安排3个项目在一起进行评估。狐油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它的下载量再高，能比得上我的手机预装量吗？至于魔晶，魔晶是什么软件呀？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呀？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这种东西吧？彭总，我们单独谈。那我就先回公司了。为什么跑到我爸那儿说我的版权有问题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想做我的敌人吗？版权没有问题吗？总公司现在把我后面应该付的开发费用停掉了，还逼着我马上把前期的费用还出来。我的前景虽然很好，但是我有资金压力。我需要洛菲斯最快的速度决定下来。别跟我说官话，行还是不行？狐油那边我搞定了，他的胃口很小。魔晶我已经让他消失了，就是再评估100回还是我。我只需要你动作快一点，钱给的多一点，我给你10%的股份。我现在的估值14个亿，10%就是4000万。而且我相信不到1年的时间，我能做到30个亿，这个难度应该不大。10%就是3个亿。你随便指定一个第三人，我把股份转给他，手续由我来做。什么时候想退出了，随时调出现金；不想退出的话，红利我在海外给你开个账户，够你养老。我的访谈任务完成了，我会在投资会恭候你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洛菲斯的温迪，我通知你们一下，彭总现在要到你们魔晶团队走访，麻烦你把地址告诉我一下。我们这儿有点远，要不您记一下地址？好，你说。沙河区红旗渠路18号。这么荒郊野外的，为什么选这种地方？你这儿安静。那好，一会儿见。纳兰，我一会儿要到魔晶走访，你有什么要嘱咐的吗？没有。彭总就是想让你给京城做工作，他自己不好意思说，拿我当挡箭牌。你还挺聪明的，这都看出来了。你放心，我到了魔晶以后，一定好好的敲边鼓，让彭总意识到这是一个明星项目，不会辜负你的苦心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再多一句嘴，
如果让我在魔晶跟捷讯之间做选择的话，我选择捷讯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一定像八爪鱼一样，把京城死死地摁在那儿。纳兰，你的少爷已经成龙了，这样的金龟婿要是弄丢了，你就再也找不着了。你看，现在连我的人生大事儿都轮到你做主了，是吧？推，当推。你看怎么样？我从小就觉得胡传魁特别有特点，是不是挺像胡传魁的？你连肚子都没有，还胡传魁呢？顶多演个刁德一。切！想当初，老子的队伍才开张。停！别玩了，你们俩！我说没说人洛菲斯人马上就到了？龙宫只有十几个人，他俩能正经1分钟，我就阿弥陀佛了，真的。他们俩像不像说相声的？我觉得你们俩吃这碗饭挺好，别鼓捣电脑了，回头拜郭德纲去。要不给姐伺候一段？伺候一段就一段。好，等一下。坐好。嘿，提篮小麦，是美榨淡水劈柴。有点搞地下工作的味道。请问徐家营徐总在吗？别跳！不好意思。你好，彭总。你好。没想到你们来这么快。彭总您好。你好。刁德一，胡传魁，卢卡，你好。我们这儿有点乱，您先将就，来这边坐，这边。把衣服赶紧脱了。啊。这一次彭总召集走访，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你们项目的具体进度和上线的时间。随便聊聊，大家也参加了洛菲斯的项目对接会了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企业无论大小，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嘛。移动互联网是我们洛菲斯未来投资的方向，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新年，你先说。我们已经租了服务器，还有我们跟苹果商店也约好了审核时间，但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延误。我能说这个吗？啊，当然，彭总来了，你就实话实说。好。你们之前交流过？没有，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。对，保密非常重要。其实我们搬到这儿来也是为了保密，因为之前我们之前经历了一点小小的意外，但重要的是，我们有一些需要更新的地方。我们希望在现有的基础上，让魔晶更具备移动互联网的特点，所以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，有可能会推迟几天上线。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，
捷讯已经上线了，相信你们也知道，做声音传输，你们已经在时效性上落后了。技术讲的就是独占性。移动互联网跟手机基站完全就是两个概念。不好意思，您接着说。商业的第一概念就是时间，我们就是要从3家里面选出1家。如果你们慢了，那在未来的下载量上，在商业的影响力上，都会吃很大的亏。彭总，我向您保证，我们推迟上线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1周。大哥，你这……因为我们有天才卢卡，对吗？大哥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乱说那个松手。卢卡说没问题。彭总，您放心，就1周，1周之内，我们肯定上线。很好，那我们就把项目投资会放在1周之后。好的。说句闲话啊，如果我们这次合作成功了，那我们双方都会感到很荣幸。万一，我是说，如果我们最后选择了捷讯或者忽悠，你们有什么预案吗？彭总，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。您今天到这儿来，是不是就想告诉我们，洛菲斯已经这么决定？当然不是，要不然我就不会来了。我只是想确定企业的成长性。洛菲斯也不是一次不投资就一辈子也不合作了，是吧？我说一句，彭总，我只会做软件。您这一辈子可能会投1000个项目，但是只做这一件事。郭新年，你可能误会了，彭总的意思是，如果3家公司同台竞争，你要说清楚你们的优势在哪里。我现在告诉你们，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。曹操问他这天下谁最牛，刘备说河北袁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爸爸、爷爷、太爷全是高干，领导们都是他的亲戚。牛吧？知道曹操怎么说的？曹操说：“他们在我眼里就是一帮傻蛋，哥们儿迟早把这帮孙子给废了。那些东西，他们根本就不是创新，他们玩的是关系，在我眼里不值一提。只有魔晶。”才是蓬勃而出的新技术，这就是我的态度。是不是你说什么呢？2次跑到高模咖啡，全是下三滥手段。金城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哪样啊？我哪儿下三滥了？你把话说清楚了。是你找人去抢的银盘，也是你找人用车去撞的高模咖啡。你别抵赖。我哪儿抵赖了？这事跟我没关系啊。我的捷讯上线日进斗金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这是犯罪，你跑不了的。你真把他当宝贝了？还幻想着自己当圣母？培养一个超级臭码农要大获成功，天哪！每个梦想竟然实现了。纳兰，你太幼稚了。
他就是我桌子上的一只蚂蚁，我按死他都嫌脏了我的手。那你别高兴得太早了。我告诉你，魔晶还活得好好的，你好自为之。魔晶还在运作，这活你是怎么干的呀？我给你10分钟时间，马上跑过来，晚1分钟我打断你的腿。李玉和跟你很熟吗？你说郭新年是吗？我们不熟。他很在意你的看法。怎么可能呢？我又不决定投资，他是在意您的看法。我也不决定投资，这全靠评估小组。他们把时间一延后，我们的时间和计划也得跟着往后挪，这比较麻烦。彭总，我觉得您可以等等他们。您想投资的是移动互联网，魔晶血统纯正，而且很明显，郭新年信心满满。你认为郭新年这个人怎么样？郭新年，反正跟其他人不太一样。一个搞移动互联网的，穿得像李玉和一样，张嘴闭嘴就是把谁废了，说话有种匪气，我觉得挺特别的。匪气，说得非常对。移动互联网是个新世界，占山为王的就是他们。做不了主你就别瞎做主，你这么说你去做，1周之内肯定完成不了。那你刚才为什么说没问题？这掐着我说的，你以为我乐意啊？现在只能这样了，我觉得那个群软件暂时先别做了，就把现有的文件生成直接送苹果商店吧。是你跟我说的，群软件是个好主意。那是你骑在他身上逼他说的。我逼他说的，卢卡你自己说。让谁说都是这结果。我觉得卢卡说的不是没道理。自从我知道捷讯剽窃了我的创意，我就天天在想，我们的独特性是什么？我们的优先性是什么？现在我终于想到了，明明可以把事情做到完美，为什么不做？非得等到将来一起去上吊吗？别说的那么严重，好不好？你们可能不会，我肯定会。做不完美，我没脸活着。给你们讲个老段子。这儿有一块100公斤的铁，让你提着，你提得动吗？同样，这儿也有一块100公斤的东西，是现金 cash， 你不但能提得动，还能提着跑。你问我什么是商业？这就是商业，激发你所有的潜能，还能让你乐在其中。不争论了，我不管你完美不完美，1周之内不能交给苹果商店，我撤资。我也撤资。